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自恋型人格、反社会型人格以及精神病态者，谁才是真正意义上精神控制的王者，谁才是坏人之中最坏的那个。老规矩，在开始分析之前，我先明确3点，以方便大家代入和理解。首先，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精神控制，并不是玄学或者催眠这一类的东西，而是施术者利用被实施人的欲望、情绪以及性格弱点，通过精神暴力反复试探，最后形成行为控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精神控制并不是坏人的专属，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使用类似的控制方法。比如妈妈想让孩子写作业，她会通过威胁，你再不写作业，明天就不要出去玩了。或者通过利诱，比如你去写作业，写完就可以买玩具。又或者是母子之间的情感关系做情绪绑架，妈妈很累了，你乖一点，快去写作业吧，等等一系列的方式让小朋友听话。但是这种类精神控制的方法，实施者是有良心和道德底线的，也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所以并不会无休止的去消耗别人的能量。而刚才所提到的3种人则完全不一样。最后，坏人使用精神控制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此类人本身心理大概率是有问题的，他们在大脑中和情绪相关的部分和普通人是存在差异的，所以他们无法感知被实施者的内心痛苦，只会把情感操控冷血的变成自己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起诉完毕，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我们现在说说最近大家最为关注的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我们又称之为 NPD， 这是比 PUA 更高级的心理操控术。如果 PUA 只是通过否定、打压或者欺骗的方式让你自我怀疑，那么 NPD 摧毁的就不仅仅是你的自尊心和信心，而是会让你崩溃的怀疑整个世界。你在面对 NPD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情绪黑洞，无论你怎么努力都顶不满他。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说， NPD 的精神控制最常用的是如下8种行为和2种方法，大家可以对标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第一， NPD 的人最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对于他来说，他永远都不会存在有做错事的情况。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算很明显的是他做错了，他会说为什么你不早点提醒我，或者是他说错了话，他会说是你听错了。总之，所有不好的结果，问题都在你，和他都无关。第二， NPD 的人是冷暴力的专家，任何情绪上的问题，他都会选择对你冷处理，拒绝一切沟通，并且不告诉你任何原因，让你自己焦躁不安，然后要么就把你逼疯，要么就让你开始自我怀疑。第三， NPD 的人是吐槽和差评的专家，无论你做得多好，在他那里永远都是不满意的，总有办法泼你冷水，挑你的毛病。比如你花了很长时间选了个礼物送他，他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材质很差，或者对我来说没有用，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又或者是你好不容易通过努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他却跟你说清醒清醒吧，你真的以为自己这么优秀吗？你的经理只是想让你多干活而已，你的所有正能量会被瞬间吸干。第四， NPD 为了体现自己的优越感或者对你控制，经常会无中生有，谎谎连篇，为了证明你的失败以达到他内心的满足感，甚至会不惜真真假假的编故事，然后制造各种的谎言。这个后面我们会通过煤气灯控制术来说。第五， NPD 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伪装和表演，在外人面前为了证明是你有问题，他甚至会装得很可怜，倒打一耙对别人说是你对他不好。这个后面我会在3角生涯里面说。第六， NPD 的人情绪是极其不稳定的，经常从开心到愤怒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让你永远都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想干什么。第七， NPD 的人极度自我，但又极度没有安全感，所有和他想法不一致的事情他都会选择直接无视。假设你和他的意见不一致，他要么就是完全不回应，要么就是消极处理。他希望的是你永远都崇拜他，并且时时刻让你知道你和他比起来你弱爆了，你什么都不是，哪怕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的自身条件比他好10000倍。第八， NPD 就是一个能量黑洞，他会把你的所有时间、精力和情感榨得一滴都不剩，而且你越是疲惫，越是失意，他越是兴奋，越是要折磨你。以上8种情况你们可以代入性的对标下，你身边如果有人你感觉能满足以上5点或者更多，那么大概率你碰到 NPD 了。那么 NPD 除了以上的8种行为之外，还有2种最常用的操控精神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叫做煤气灯操控术，这种方法来源于美国1994年的一部电影叫做《煤气灯下》，说的是男主为了把女主的财产占为己有，经常通过孤立女主，然后经常通过把女主的东西藏起来，让女主以为自己的脑子坏了，然后甚至是人为的通过调整煤气灯的亮度，让煤气灯忽暗忽明，自己却说没问题，让女主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导致女主认知失调，最后真的出现精神问题，来实现自己控制女主的目的。大家不要以为这种事只会出现在电影里，我身边就有朋友真实的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有个女性朋友，她的老公为了找茬想要骂她，经常会把她的手机调成静音，然后故意给她打电话，打不通就说她脑子有病，然后持续不断的语言攻击。后来被这位女性朋友发现了，这男的还死不承认。 OK， 这就是煤气灯操控术。然后我们来说 NPD 的第2种方法，叫做3角测量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引入第三人或者第三种体系作为度量的标准，以此来打击你。比如说，女方经常在家里说别人的老公多么多么优秀，又会挣钱又会顾家，以此来和你做比较，这就属于3角测量的范畴。
甚至有很多渣男渣女故意在恋爱时期引入多个恋爱对象，然后相互比较吐槽其他各方，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一般采取这种方法的 NPD 就是想自己被重视，然后通过看到对方的紧张着急的样子来达到打压对方控制其行为的目的。好的，关于 NPD 的8种行为和2种方法已经说完了，希望你没有中招。因为你身边如果真的有 NPD 的人，我建议你除了躲远一点，没有其他任何化解的办法。并且最重要的是，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他，因为你所有对他的任何反馈都将变成他的精神粮食和破坏你的媒介，直到把你的精神力完全榨干为止。说完了自恋型人格，我们再来说今天的第2种人格——反社会型人格。提到反社会型人格，可能大家第一反应是沉默的羔羊、电锯杀人这种变态，但其实真正的更多的反社会型人格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往往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他们甚至会显得更加弱势或者可怜，我们称之为非暴力型反社会型人格。这种人和 NPD 比起来，对于同理心和共情能力会更差，他们更擅长的是玩弄别人的感情，挑拨别人的关系，伤害别人的精神和身体。关于反社会型人格，完全说理论你们会很枯燥，所以我找了2个案子，你们一听就能明白。第一个案子就是最近最受人关注的余华英案。余华英是谁？10年的时间拐卖了17个孩子，让12个家庭支离破碎。这12个孩子的家庭为了寻找自己的亲生骨肉，死的死，疯的疯，离的离。而余华英呢，在此过程中却没有丝毫的悔过之心。有人说这个和病态没有关系，他单纯就是为了钱。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的定论，反社会型人格之所以能连续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和普通人相比是完全没有同理心的，所以他们可以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心里却丝毫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你们要知道，当时的余华英连自己的儿子都卖呀，就为了5000块钱，然后把自己侄女的女儿也卖了。他心里对于这种事情是没有任何难过和痛苦的。然后对于这种反社会型人格的恶，最可怕的一点是他们最擅长装可怜，甚至是试图通过这种手段博取别人的同情，让大家对他放下防备后可以继续作恶。你知道余华英在庭审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吗？他一进法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所有的受害人和家属鞠躬道歉，表示自己很后悔，表示自己有罪，但是希望法律能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新做人。我现在把反社会型人格的人说透了，你看着余华英的这种状态，会不会觉得特别恶心，然后背脊发凉？接着我们再来说第2个例子，也是今年的案子，河北邯郸3个初中生杀害同学的案子。这是学校霸凌中对反社会型人格最经典的体现。3个未成年的少年为了钱，长期对另外一个男同学实施威胁、殴打、折磨和凌辱，甚至到最后被警方抓获后，3个小孩内心淡定的甚至可以去串供、编故事，直到警方在手机里面发现了信息才揭发真相。这样的人你说有多可怕？而且现在的校园霸凌案中，所有的实施者都是这种内心冷淡的反社会型人格，他们对于别人内心的痛苦感受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只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朋友们，反社会型人格离我们其实并不远。对于这种人和 NPD 比起来，对社会的危害性会更大。然后和 NPD 一样，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们，但是不同的是，对于 NPD 我建议你们躲他远一点，但是对于反社会型人格，我建议你们要提高警惕，因为你们可能躲都躲不掉，随时要准备报警。说完了反社会型人格，我们再来说第3种更为接近病态的精神控制王者——精神病态者。这样的人是反社会型人格的升级版，因为这种人的智商普遍不低，所以他们并不是神经病或者是疯子，他们的做法会更隐蔽，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研究表明，在职场中，随着职位越来越高，这种人格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每25个职业经理人或者是高管中就会有一个精神病态者，可怕吧？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精神病态者最常见的10种特征，大家可以自己把周边人代号入座。第一，普遍缺乏同理心，他们无法感受你的感受，他们可以很理智的去理解你现在的感觉，但是让他们感同身受，他们做不到。比如你跟他说我要回去生宝宝的，他会对你说你是应该回去好好休息，反正公司缺了谁都会正常运转。第二，善于操控，他们永远都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他们善于用欺骗甚至用诡计来操控人，他们关注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极度自私。第三，毫无责任感，和 NPD 一样，任何不好的事情他们都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他们只会指责别人，并且他们听不进任何对他不利的话，一旦有反对他的声音，他们会暴跳如雷。第四，极度自恋，他们永远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头，所有人都应该为他服务，甚至是臣服于他，这个世界都应该围着他转。第五，习惯性的为了目的谎话连篇，他们的生活是由大量的谎言组成的，这些谎言一方面是为了骗你，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催眠自己。第六，谜一样的自信，他们经常会做出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你的第一反应是这家伙哪里来的自信。第七，对任何不好的事情都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反社会型人格一样，他对他所有做的恶劣的事不会有丝毫痛苦和内疚，甚至他会觉得是理所应当的。第八，内心经常很空虚，这个他们的肾上腺分泌有关，他们非常喜欢寻找刺激，并且做事情不计后果。第九，习惯性的使用霸凌的方式控制别人，威胁、情感控制、权力威压，这是他们最惯用的手段。他们喜欢用力量去对待弱小，甚至是连动物他们都会去骂。第十，极度的渴望力量，对权力的渴求简直是疯狂。
并且控制欲望极强。被他们盯上，他甚至恨不得每分钟你在做什么他们都要知道。精神病态者的特征表述完了，大家可以自行对号入座。我的建议是，对于这类人，能躲的还是要躲远一点。如果实在躲不了，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节操和底线和利益比起来，是不是值得你这么做。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个段子说，国的一个大公司的老板手下一个高管跟他说工作太忙了，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了，妻子要和他离婚。这个老板跟他说，我给你发了这么高的工资，你应该好好搞事业，不要想想办，所以你最应该做的是和你老婆离婚。这就是很典型的精神病态者。今天3种最擅长精神控制的坏人都说完了，视频有点长，整理了不少时间，这期没有总结，我能建议的就是尽量离这些人远一点，否则你也会深陷自己的情绪黑洞，越陷越深，然后完全崩溃。人性是复杂的，人性是模糊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善待自己。今天就说这么多。